启奏皇上，太后娘娘，庶妹沈玉音被奸人蒙蔽，手持利器，意图行刺皇上和太后。臣女身为长姐，管教无方，请太后和皇上降罪。太后，臣女冤枉，臣女只是在表演，一定是长姐失心疯了，求皇上太后明察秋黄。沈恒，你说沈玉音行刺，可有什么凭证？太后娘娘容禀，臣女要告的正是庶妹沈玉音手中那柄剑。这剑是我从雪坊寺借的，只是寻常器具。姐姐，你就算嫉妒我，也不能如此污蔑啊！那天殿前献艺时，庶妹一剑挑飞了我的舞裙，太后趁此我轻浮失德，下令将我当场匿匿。妹却靠踩着我，得了太后青眼，入宫成为宠妃。姐姐跳绿腰，我为你舞剑可好？好啊。上一世也是这样，他舞剑时故意失手，一剑挑断了我的衣带，舞衣滑落，我衣不蔽体，惊慌失措想要遮掩。姐姐，我苦劝多次，你怎么还是穿了这种轻浮衣裳？多漂亮的话，既定了我的罪，又显了他的心。哼！这一世，我定会让沈玉音自食恶果。来坐在身后，4号，这4号。姐姐，咱们这就开始吧。启奏皇上，太后娘娘，沈玉音手持并非寻常舞剑器具，寻常舞剑用的器具根本就不会开刃。你这把剑剑刃雪亮，不说削铁如泥，可砍人杀人却绰绰有余。请太后娘娘命人查验，看看它究竟是未开刃的舞剑，还是已经开了刃能杀人的利器。查。回皇上，此剑确已开刃，锋利程度不下于军中刀剑，稍有不慎便会伤人性命。皇上明鉴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把剑借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姐姐，你帮我说句话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单纯善良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怎么会害人？我只是想替你助兴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皇上，太后明鉴，沈玉音身为臣女的庶妹，在府中被父亲和姨娘宠坏了，性子骄纵，但御前行刺的事肯定是不敢做的，必有奸人蒙蔽，求皇上太后给她一个清白。教坊司的剑是谁经手借出的？太后娘娘饶命！臣女真的不知情，定然是沈恒嫉妒我，故意陷害。他故意穿成那样，蓄意勾引皇上。太后娘娘，您看他穿的什么衣裳？20年前，臣女母亲穿着这件舞衣，在慈安太后的千秋宴上献舞一支。慈安太后亲口夸赞，说这舞衣配色清雅，端庄大方。哼，舞还没跳，已经演了一出好戏。母后，这沈家姐妹着实有趣，不如都留下吧，给这枯燥的宫禁也添一丝生机。沈家嫡长女沈恒能不徇私情，大义灭凶，封为贵人，赐称号昭。至于沈玉音，哀家就卖沈家一个面子，封其为末等官女子，日日诵经赎罪。宫里头没有简单的事，今天庶妹能活下来，不是因为太后皇上喜欢她，更不是因为要给沈家一个面子，而是因为庶妹还有用。宫中携带兵器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必须得查清楚，到底是奴才之间互相争斗，还是真的有人想要借机生事。毕竟一把开了刃的剑，能通过层层审查送到御前，实在是不简单。天底下最尊贵的母子俩，明面上看着一派和睦，实际下面在斗法呢。叩谢天恩浩荡。沈恒，你这个黑了心肝的东西！玉音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能把她往火坑里推？她从小乖巧懂事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我苦命的玉音啊，一个人被关在那种鬼地方，宫里的嬷嬷手黑心狠，你怎么忍心啊？
10根手指涂着鲜红的扣丹，就是这双手，在我娘病重时，把大补之药强行灌进我娘嘴里，害我娘当场气绝身亡。也是这双手，曾经在我身上咔出无数青紫，她逼我处处让着庶妹，活成了京中第一窝囊使女，我受够了这人的厉害。姨娘哭什么？玉音封了官女子，位分虽低，也是喜事一桩。你这样哭丧个脸，岂不是在嫌弃天家恩典？老爷，你救救玉音啊！官女子听着好听，却连主子都算不上，还得伺候一宫的娘娘们洗脸洗脚的。玉音从小娇丑，哪里受不了这样的苦？沈恒，你现在立刻去宫里跟太后娘娘说，一切都是误会，不过是些小事，你就要闹得鸡犬不宁？你想让整个沈家都沦为笑柄吗？我极必大礼，外祖家专程送来的红绿宝人头面，被沈玉音肆意抢占，戴在她的头上，当众失礼，气得外祖母当场晕厥。您依旧不觉得是笑柄，沦为笑柄？我娘去世不过1日，您便急着抬柳姨娘为正妻，惊动朝堂，被满朝文武联名弹劾，举国皆知。您不觉得这是沈家笑柄？我殿前自保清白，未曾害人分毫，还稳居本次选秀最高受封昭贵人，你却偏偏觉得是沈家笑柄。这般不分是非、刻薄寡恩之人，实在不配做我的父亲。今日大殿之事，太后早已当堂定论，女儿受封昭贵人，明日便要正式入宫。此刻让我去御前翻供，父亲是想让太后沈家出尔反尔，藐视天威，肆意玩弄皇家律法吗？你得意什么？封了个贵人有什么了不起？等玉音出来，她一定比你更得宠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嚣张！你这个孽障啊！爹爹，女儿是皇家册封的昭贵人，有封号，有品级，日后我还会是昭嫔、昭妃、昭贵妃。您确定要为了一个窥探宫位、身带重罪的柳姨娘，来为难您注定凤享9天的亲女儿吗？百年勋贵的沈家一直在走下坡路，有多久没出过这样杀伐果断的儿女了？柳氏私自结交宫威，打探宫事，有负天恩，畏罪自伤。爹爹明察秋黄，女儿感佩。回宫后，太后前去静心寺礼佛7日，我离宫不过1天，庶妹沈玉音竟然莫名其妙得了皇上青眼，成了连贵人，还调换了我的住处，把我赶到偏僻漏水的亭兰宫。朝堂上的威风穿林，大半都要看太后的脸色行事。皇上一直试图反抗，却斗不过根基深厚的太后，两人便只能表演一些母慈子孝的和顺场景。连贵人宫事要重新布置，人手不够用。您这儿伺候的人多，说借几个使使。对了，昭贵人，连贵人还吩咐了，说您这几日身子不适，不宜用油腻荤腥，让奴才给您送些清淡饮食来。宫里份例都是定好的，奴才不过是按规矩办事。昭贵人若觉得不妥，尽管去内务府说理。主子，他们欺人太甚。二小姐如今是连贵人，你也是昭贵人，皆是圣上亲封平级贵人，他们怎能这般看人下阶，刻意怠慢折辱你？太后娘娘还有5天才回宫，连贵人还不知道怎么作践咱们。内务府不修屋顶，咱们连个干净的住处都没有，送来的饭菜您一口没吃。再这样下去，别慌，我有办法。眼下皇上登基初次选秀，宫里并无任何高位妃嫔，皇上要借着沈玉音的手来逼我走投无路，让我不得不去找他。
沈恒，你知不知道朕找你干什么？杀太后是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离间天家母女，朕能杀了你。你知道吗？你离间天家母女，朕能杀了你。皇上不仅没有杀嫔妾，反而一直施恩于嫔妾呢。皇上固然借嫔妾的手拔了和女官这颗钉子，嫔妾也借皇上的手除掉了庶妹，了结了家中柳姨娘的祸害。这般互相成全，怎么不算是一种皇恩浩荡呢？沈恒，朕还是小看你了。你这样的聪明人，从不做赔本买卖，怎么会甘愿替一个傀儡帝王去杀一个手握大权的太后娘娘呢？若嫔妾说，嫔妾也想杀太后呢。娘赐给沈承温做妾，最是深谙上意，刻意日日刁难折磨我娘。当年那碗害死我娘的大补药，他便是借着太后崔琳兰亲赐恩典的名头，硬生生一碗强行灌进我娘嘴里的。我娘的死，表面看是柳姨娘与沈文冲步步构陷，是直接元凶。我娘感念太后知遇提拔之恩，才甘愿在太后寿宴之上献舞绿药，一心只为成全这位要强老太太的颜面风光。这些陈年旧事，以我和皇上如今的年纪，本该无从知晓，无从查起。无意间听见了太后与贴身嬷嬷私下密语。莲妃沈玉音要不要敲打敲打？近来闹得太不像话了。他母亲柳氏有功劳，哀家便容得下他闹腾。娘娘圣明，当年在慈安太后面前跳舞的女人和她女儿沈恒，如今坟头草都该长了几枝了吧？也是柳氏和莲妃办事得力。事后太后顺势册封我为昭贵人，这根本不是恩典，她是借着这份位分，彻底将我圈死在座深耕宫墙里。太后在这座皇宫里经营了10几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心腹遍布朝野6宫。她想要一个人死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我比谁都清楚，即便皇上不召见我，我也得想办法来见你。皇上，嫔妾和您才是真正的志同道合。回去吧，朕会专宠莲贵人沈玉音，引着她一步步做出不敬太后的言行事端，而你要处处维护太后脸面，朕的这位嫡母才会看清你恭顺听话、值得留用的生存价值。当然，你也必须让朕看到你实实在在的生存价值。嫔妾遵命。近日朝野不宁，灾厄偶生，哀家回宫，召集你们一同抄写《金刚经》，为天下苍生祈福，为大周祈福。宁安宫的长侍宫女红菱姑姑给每个妃嫔分发佛经样本，轮到我时，竟然是字数最多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。昭贵人，太后娘娘旨意，抄完后才能离殿饮食。嫔妾遵旨。莲贵人，皇上说御花园的芍药开得正好，特意遣奴才来请您前去赏花赴宴。莲贵人，皇上说御花园的芍药开得正好，特意遣奴才来请您前去赏花赴宴。姐姐，我还差一些没抄完，你替我抄了吧。反正你要抄7天也是抄，不差我这一点时间哦。太后娘娘是长辈，更是后宫之主，身为妃嫔，理应先完成太后的吩咐。妹妹还是抄完了再去赏花，想来皇上也能体谅妹妹的孝心与本分。妹妹不可不敬太后娘娘。你让开！妹妹不可不敬太后娘娘。你让开！
姐，莲贵人，御花园的芍药不等人，皇上既召你，便去吧。且慢，女孩子身子娇贵，凉茶伤胃。红菱，给昭贵人换一碗热的来。昭贵人，你今日做得很好。太后娘娘教导，嫔妾不敢忘。沈玉音此刻正在御花园里赏芍药，得意洋洋，以为皇上真的宠她。她不会知道，每一分宠爱都是裹了蜜的比伤。这花开的倒好，我是莲结鱼，这莲花与我有缘。莲花为婕妤娘娘您而开，何该搬到您宫里？你要是把这仙气福气分享给皇上和太后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去，把花瓣摘了，做些花糕。沈玉音这个混账东西，是不是以为上次哀家不罚他，是他这个宠妃面子大，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在哀家头上蹦跶？传莲见于觐见。嫔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那花糕是嫔妾亲手制的，皇上都说格外好吃，仿佛沾上了几分仙气。太后娘娘可尝了？这是佛前供奉的金莲花，哀家没有那么大的福气，也受不起你和皇帝这份孝心。太后娘娘，嫔妾真的只是想孝顺您。红莲，莲贵人太过贪嘴，毁了佛前金莲，掌嘴20，让他既吃也忌打。皇上，住手！皇上救救嫔妾，嫔妾只是想做些花糕孝敬太后，嫔妾不知道那花不能摘，嫔妾真的不知道。母后，玉英年纪小，入宫时日尚短，宫里的规矩一时学不全也是有的。她摘花做糕点确实不妥，但本心是好的，不过是想孝敬母后罢了，无心之失，并非有意忤逆，还请母后宽容。皇上觉得一声不吭把哀家供奉在冷冽佛前的金莲摘了，是孝敬。他不知者不罪，母后何必跟一个小姑娘计较？母后说的是，莲贵人冒犯佛祖，这个罪过不能不赎。既说长姐如母，那就由昭贵人替她赎了吧。既说长姐如母，那就由昭贵人替她赎了吧。姐姐从小就替我受罚的，她愿意的。嫔妾知道，皇上一直不喜嫔妾，从选秀那日起，嫌弃嫔妾无事生非，后来又因为偏宠妹妹，觉得嫔妾呆板无趣，生性狭小，这些嫔妾都没有怨言。可是皇上怎能如此偏心呢？若不是有太后娘娘护着，嫔妾在这宫里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搬去漏雨的庭兰宫，风雨寒暑无人问津，嫔妾全都忍了。可今日明明是庶妹恃宠犯下大错，执意要嫔妾替她赎罪受罚。嫔妾想问皇上一句，嫔妾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嫔妾愿意消去封号，带发修行，永居宁安宫侍奉太后娘娘。嫔妾不求恩宠，只求一条活路，求太后娘娘收领。好，好，好！沈环既如此大逆不道，眼中只有太后，那也不必做朕的妃嫔了，留在宁安宫当姑子吧。好孩子，起来吧。哀家虽然老了，护住你一个弱女子还是做得到的。皇上和莲贵人那边，你不用担心，在宁安宫，
没人能欺负到你头上。昭贵人，太后娘娘实在喜欢您，还特意吩咐御膳房每日都给您单加一道清京菜。便是太后娘娘真有一位亲生小公主，平日里的待遇怕也不过如此。娘娘说笑了，太后娘娘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感激还来不及。背地里我却悄悄催吐，这道清剑菜里分明加了水银，看来太后还是不敢全放心我呀。速速动手，杀太后，勿忘圣恩。这时有人等不及了。宁安宫是太后的地盘，每一扇窗，每一道廊柱后面，都长着她的眼睛。若这包药，哪还轮得到我来发现？更何况，药包上若有若无浮着一缕凤栖檀的香气，那种香，只有太后的小佛堂里才燃。太后娘娘，有人想要谋害您。嫔妾虽然愚笨，但誓死保卫您的安全。恒儿，你果然是个忠孝纯善、一心一意忠于哀家的好姑娘。从那日起，太后对我的态度又亲厚了几分。她让我随侍饮食。这个位置，从前只有红兰姑姑能占，如今多了我一个。母后，连婕妤说她这个姐姐生性狭小且笨手笨脚，你也敢用这种笨人？有哀家在，谅她也不敢。再笨的人，在宁安宫也能调养成仙女；再聪慧的人，皇上一味宠下去，也只会变成蠢货，屡次冲撞哀家而不自知。笨人也得有活下去的本事。转眼间，中秋宫宴，太后素来不爱这种热闹，本不想去，皇上亲自来宁安宫请了3回，她不得不去参加。嫔妾祝愿太后福寿安康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太后娘娘不喝，岂不是不愿意给嫔妾这个面子？您大人有大量，难道还在记恨嫔妾不小心吃了您的金莲花吗？母后，是儿臣把连婕妤宠坏了，让她性子骄纵，口无遮拦，无意间冲撞了您，还望母后莫要同她一般见识。皇上若是真有心管教，便拔了连婕妤的舌头喂狗吃。你也太偏心了！嫔妾领着6宫姐妹一同向您敬酒，您分毫不肯赏脸，可我姐姐沈环一敬，您张嘴就饮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这个孽障！太后娘娘，传太医，即刻将太后引入偏殿静养。姐姐，你不过是宁安宫养的一条狗罢了，如今主子倒了，失了依仗，你这条狗也活不长了。若是你肯乖乖跪下来求我，姿态放软些，我倒还能发善心，收留你在我宫里做个卑贱宫女，留你一条苟延残喘的活路。连婕妤说笑了。连婕妤，皇上，嫔妾宫里缺一个洗脚的婢女，沈恒从小便做惯了伺候我的活儿，想必也不会觉得委屈。连婕妤冲撞太后，致使太后中风昏厥，拿下，押入天。皇上，您说什么？嫔妾没有，嫔妾怎么会谋害太后？嫔妾刚才只是……沈玉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
竟敢谋害太后！皇上，臣妾冤枉了！皇上，嫔妾冤枉，嫔妾什么都没有做，是沈寒，一定是沈寒。太后可是喝了他亲手封上的酒啊！皇上，他说的都对，可是皇上怎么会自己查自己呢？太后瘫痪了，朝堂上文臣武官迅速倒向大权在握的皇帝。皇宫内，宁安宫一夜之间也换了天，只剩下了一个我。太后躺在床上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只有一双眼睛还能转。她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咕噜声，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老猫。太后娘娘，良药苦口，您得乖乖喝下去。皇上特意吩咐过，一定要好生照料您，让您长命百岁，安安稳在这宁安宫里好好静养余生。您放心，臣妾会一直陪着您的。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，活一天都是折磨。更何况长命百岁，红莲不慎失手，打碎了皇上御赐的玉壶春瓶，犯了大错，如今被罚去洗公桶。您放心，红莲姑姑素来手脚伶俐，往后您在这寝殿日用的公桶，说不定啊，还能特意轮到她来擦拭伺候。太后娘娘，您这般很难受吧？可见世事无常，造化弄人。昔日何等风光，如今便何等狼狈。太后娘娘，我娘亲不过是在慈安太后寿宴上随身挑了一支舞，碍了您的眼。就因为这点微不足道的风头，您便嫉恨了她半辈子，步步构陷，赶尽杀绝，何其荒唐，何其凉薄！太后娘娘，您往后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娘，女儿给您报仇了。主子，连剑玉连剑玉怀孕了，皇上已经下旨把她放出来了。她刚刚回了宁辉宫，现下正闹着要见你。主子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她如今怀着皇嗣，若是真的诞下皇长子，走，去见见她。姐姐，你来了。姐姐，如今我是后宫唯一怀有身孕的妃嫔，等我诞下皇长子，那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。你猜猜，汪后皇上会不会直接立我为皇后？不过呢，我也不是不念旧情的人，你从小伺候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头，我就收留你在我宫里做个洗脚液，好歹是一条活路，对不对？真是个再蠢不过的人了。上辈子我竟会被这种人害死。玉音，你好可怜，从小到大你一点脑子都不长，你嘴里说的每一句嚣张话都是柳姨娘教你讲的。柳姨娘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你被关在宫里配合调查，我一个人回府收拾行李，柳姨娘掐着我的胳膊骂我，我就把簪子捅进了她的脖子，噗嗤一声，血就飙出来了。你不信？你胡说！那你入宫这么久，你娘给你递过一回信吗？你出了事，她替你想过一回办法吗？你怀了孕从大牢里放出来，你最亲最爱的娘可曾托人带过一句问候？
你出了事，他替你想过一回办法吗？你怀了孕从大牢里放出来，你最亲最爱的娘可曾托人带过一句问候？蠢货，你每天就知道皇上长皇上短，你的荣宠，你的风光，你肚子里的龙嗣，你以为这些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？你从来没想过要拿你的什么东西来换。你骗我，姨娘那么厉害，不可能死的，我不信。沈恒，你这个贱人！我怀了龙子，一会儿太医来了，我就说你这个贱人故意出言恫吓，惊扰我的胎相。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安心养胎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沈恒就是个扫把星，他克死了他亲娘，可贪了太后娘娘，如今扰得嫔妾心神不宁，您杀了他吧。先诊脉。回皇上，连结于腹中胎儿有异象。老臣行医30年，问诊无数，从未见过这般骇人的脉象。那东西长了2个头，是个畸形孩。畸形孩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王元派，你是老年痴呆了吗？我不信，我绝不信！我低下头看着他的脸，那双杏眼里终于没了往日的神气。他大约在回想皇上亲手喂他吃桂花糕时的温柔，其实那些糕子里全都掺满了红花。太后与皇上并非亲生母子，屡次试图亲政，均被太后压制。一旦后宫诞下皇嗣，太后便可废黜皇上，扶幼帝登基，继续把持朝政。皇上对此心知肚明，登基后迟迟不选秀，不临请后宫，力请就腾空。被迫选秀后，他命人在所有妃嫔的饮食中掺入绝子药。皇上明面上百般宠爱，爱地里从未断过他的药。后宫那么多妃嫔，不乏高门贵女，不乏医药世家的女儿，要不然怎么就没人传出喜术呢？他竟还未看清自己不过是枚弃子。连结于沈玉音，冲撞太后在前，天生不祥在后。此自尽，以非礼厚葬。为什么？皇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可有一刻曾真心爱过嫔妾？你可有一刻曾真心爱过嫔妾？爱到妄想自以为是何？赐俊酒一杯。皇上，你对不起我。皇上，你把沈恒当成宝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个贱女人害死的。那是沈恒的本事，朕不喜欢笨人。庶妹沈玉音死了，月亮挂在宫墙的飞檐角上，俯瞰着每一扇紧闭的门窗后，那些深不见底的欲望与算计。这双手捅过柳姨娘的脖子，下过太后的毒，推过庶妹坠入深渊。指甲干干净净，可我总觉得沾满了洗不掉的东西。来年又是春，宫里传出了选秀的消息，这一次的动静比上回大得多。太后瘫了，朝堂上再没人能压着皇上。积压了几年的选秀，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来办。礼部呈上的名论厚得像一本账注，密密麻麻列着各地官员家中有待选资格的女儿。
旨意一道一道传下去，六宫都在忙着收拾殿役，腾挪住处，预备迎接新主子。整个后宫嗡嗡的响，像一锅快要烧开的水。只有宁安宫是安静的。我依旧每日为他吃药，替他擦身，伺候的一丝不苟。我说过，要他长命百岁。六宫里头正为选秀的事热闹着呢，各宫的殿宇都重新划分了，那些个世家大族也都在为女儿们准备庄地，御花园里的牡丹也都移猜了。主子，外头都在传皇上有意册立中宫，各家都在私下揣测，不知最后会是户部尚书家的二小甲，还是镇北将军府的妹妹。只是奴婢心里纳闷，怎么皇上那边对主子您半点谕令动静都没有？没有旨意本身就是一道旨意，对我不升不降，不提不问。新妃入宫后，我这个昭贵人又算什么呢？今后新贵们捏死我，比捏死蚂蚁还要简单。皇上当然知道这些，他就是要让我知道，让我知道自己的难处，让我不要因为铲除太后而居功自傲，沾沾自喜。可我脑后有反骨，偏偏不喜欢反省呢。于是我模仿太后笔笔，在明黄色绫娃上写下了一道诏书，大意是皇上和连结余屡次冲撞他担心自己以后遇到不测，故而留下此道懿旨。倘若出事，请天下使民为他报仇。您心里有冤屈，嫔妾知道。您被皇上和连介儿害成如今这般模样，嫔妾也替您不平。这份手书也算是给您半生操劳、半生权柄一个交代。昭贵人，终于来了。沈恒，朕又小看你了。你拿着这份东西来找朕，是想灵气，是想要什么？新晋贵人陆续入宫，待到他们在六宫站稳脚跟，第一个拿来拿捏搓磨的，定然就是嫔妾这无依无靠之人。若是嫔妾一朝失利倒下，太后娘娘往后又还有谁能尽心替皇上悉心照料？这份手书是嫔妾的护身符，也是给皇上的投名状。皇上若是肯给嫔妾该有为筹码，换取自身应有体面，这卷灵锦，嫔妾自会亲手焚去。沈恒，你是棋子没错，可这朝堂深宫之内，谁又不是棋子？棋子不出身份，只在于好不好用。人一旦慌了，便容易自乱阵脚，行差踏错。你慌了吗？陛下这是在试探臣女。那你又为何不慌？嫔妾若是慌了，今晚便不会站在这里。朕的皇后，你猜到是谁了吗？难道不是我沈恒吗？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输的。沈恒，你莫不是朕肚子里的蛔虫？朕刻意晾了你这么久，你竟还这般笃定，认定后位非你莫属。嫔妾心里清楚，有太后这般世家贵女的过往在前，皇上绝不会再立任何高门世家的贵女为中宫。我无世家外家可以依仗，只能依靠皇上一人。皇上掌控嫔妾，比起制衡那些家世盘根切节的贵女，要省心顺手得多。更何况嫔妾足够聪慧，有能力把那些新进入宫的高门贵女稳稳辖制住。嫔妾与他们全然不同，是从步步新兴的困局里硬生生熬出来。他们那些小伎俩，落在嫔妾眼里，不过如同孩童嬉闹，不值一提。沈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朕立你为后，也许不只是因为你有用。沈家嫡长女沈黄，淑慎性诚，勤勉柔顺，品性端良，着即晋封为皇后，钦定吉日举行册封大礼。
你一无所有之时，便敢孤身入局，搅入朕与太后的深宫博弈，朕十分期待。待那些高门贵女悉数入宫，你端坐中宫凤位，替朕镇北这6宫，调教朝野风气。主子，外头都传疯了，人人都说您是沈家嫡长女，是踩着自家妹妹的血泪爬上来的，还说您手上攥着好几条人命，话语难听至极，字字诛心。沈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朕立你为后，也许不只是因为你有用。太后娘娘别急，臣妾这就来伺候您喝药。凤凰临朝的日子，这才刚刚开始。